我把还有五传最后两页看完了，我有一个感触，就是毛主席啊，他这个治国的方法，就是通过思想斗争，通过思想教育扭转他的局面。因为57年就搞了大鸣大放、大字报，但57年没搞大辩论，文化大革命呢就有大辩论。这个起源呢是延安整风，毛主席的治国方针呢，他不能把所有人都当敌人，大部分还是人民内部矛盾，通过分化瓦解。我看了这篇文章呢，我是确实很受感动。当时投改的时候，国民党的满办资产阶级阻力很大，他不愿意把它归为国有。私人企业就是老板，现在叫企业主，大部分也是不同意充公的，同意做社会主义。就是农村的还有一部分地主富农，因为他有财产，他也不愿意。尤其最突出的问题没解决是什么呢？因为打仗的时候啊，这是满汉资产阶级、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，那是有钱有势的人呐、他的子女啊，在大学读书的人比贫苦农民要多得多，所以他那个时候革命呢是青黄不接了。那么毛主席他就要通过扫盲，把普通的老百姓知识文化提高一点，起码自己的名字也会写，起码这个一年四季的节气和年月日这些问题都要搞清楚，平常的日常的常用的文字要掌握。所以毛主席就搞了这个办政治夜校，这个夜校呢是在延安时候办的，他也是为了提高正式干部的文化素质。没有文化的尊帝是个愚蠢的尊帝，你讲道理他不懂，他是讲完家杀掉，这动不动的他妈的。所以敦法作风啊，在部队可是蛮盛行的，就包括红军战力、红军老战士，你看像彭德怀呀、陈毅啊这些人呐、他都是脾气很冲啊，开口闭口就是骂的。毛泽东是站着不骂，毛泽东那是全党都一致拥护他，说他思想好，立场坚定，又精明能干，还有预见性，人家不得不佩服他。所以只有跟他在，他就是阶级分析的透彻，尤其是毛泽东刚脱离政权，国民党那一个资产阶级那一派，国民党那个一个系列，还有很多特务啊，或者中委保长啊、家长啊，那都受国民党的利益驱动，他有点怀旧，他看到共产党搞公有制，他有的是造谣，说共产党是共产共催，这样的说，就煽动那些思想落后的人跟共产党对抗。因为刚刚的初级阶段很难理顺的，因为全国到处是打仗打得稀巴烂，什么工业农业什么都没有，是吧？所以要把这一部分搞起来，相当不容易。搞了几年以后，通过土改，通过三反五反，好了几年，但是到了57年呢，因为好多知识分子，尤其大学的教授、大学里面的教授，他好多都是地主的儿子、资本家的儿子，有海外关系的儿子，他们呢就不愿服从共产党这种领导，尤其是对共产党的政策挑剔要求特别高，他是想挑刺、挑动群众，挑动干部到干部，挑动群众到领导。跟共产党内部也有着立场不坚定的，因为任何事都有左中右，左的人呢，他跟右的人呢，是不是一条线的？一个是要求积极，一个是要求消极。那么在党内，尤其是文化界、学校、文化界、教育界、医疗卫生这些呢，很多有知识的人呢，都是在各处旧社会过来的。他的思想不转变的，共产党很难执行他的路线。好，拜拜。他所以呢，就他的3年整一次风，每3年整一次风。3年整一次风啊！那个时候是还没解放啊？解放了49年到57年呢，49年解放的时候，49年到53年就土改，54年、55年、
就是3反5反，56年、57年、58年就是反右。对那些恶毒攻击共产党的，那是右派，他要分门别类，有的是恶意攻击的，那是发成右派，思想又不能解决问题的，他一直很反动。现在也有这样的人了，是吧？对毛泽东开不仇恨，对共产党开不仇恨，这种人也有，但是不公开不表露出来，但是没有条件表露，他有条件他一样表露。就像我们现在邓小平的好，邓小平的政策好，自由，有本事是发财，他没有考虑到全人类是共同发展，没有考虑共同富裕，他是考虑自己先富，所以他这种人思想跟共产党搞气体啊，搞共同富裕是格格不入的，因为他有聪明才智发挥不出来，所以他这种人思想要改造，叫日本子要接受工人农民的再教，要切身体会工人农民的不容易，他才慢慢的转变自己的思想观点。有的人是带着花岗岩的脑袋，到死都不改变。毛主席形容带着花岗岩的脑袋见上帝，这种人呢，就非要戴他一个帽子，就是反革命或者是右派分子，就要接受沉重的监督，让他孤立起来，不允许他在社会上有发言啊，有去挑事闹事啊，这是采取运动的办法。但那个工人农民跟这一部分人是水火不相容的。现在也是一样，有富人跟穷人思想是不是一个观点，不是一个观念，也不是一样的世界观。你说现在发了财的人，所以现在就意识到贫富悬殊太大，有的悬殊不是几倍、几千倍都有，有的几十亿。你一个老百姓，你一个县也搞了个几个亿，是不是？是。所以他的思想跟皮亚中农的思想是不一样的，绝对不一样。所以毛主席要把这一部分人也改造过来，相当的不容易。第一部分是改造国民党的真正要员，针对的高级将领或政府的委员长啊，或者是主席啊，基层的是保长啊、家长啊，这层是先要把思想弄通，要利用他的少数人把他孤立起来，多数人就杀鸡给猴子看，他就怕也是一种接受，也是一种改造。是。还有一种是不怕，练着对着干，那是镇压，抓起来配刑，接受改造，改造好了，没变了，也是减刑，或者是成为新人，它是分了好几种。第一种是反革命，反革命是有老反革命，有新反革命。老反革命是国民党，那是想推翻共产党，不是当了什么团长啊、师长啊，那是就发成是共产党的对立面。作为老反革命，它要改造的，放到监狱里面终身的，有的是叫有期徒刑，有的是无期徒刑。但是以后毛主席很聪明的，毛主席74年推上一批，75年推上一批，他76年就出事了。他把团以上给他生活费，还给他人权。这批人呢，在他没有出事之前，那全部是解决国民党和共产党内部的矛盾呐，这是问题啊，总是有一个了的时候的。所以他的采取特赦的办法，2年赦免，全部赦完了。毛主席反对他的人都受感动，有的国民党的团长他发生活费给他，每个月还给你20块钱的事，那个时候20块钱不错的，让他自食其力，是吧？他如果是到地方去不服气或者怎么，要像我们这些老头在一起，你能拿到不满他的政府，他可能就又要戴上帽子，叫反革命帽子。先关起来，关几年，现在特赦以后，他们感动了没有啊？有的感动，有的改造成为新人，叫新人。有了新人以后，他是有选举权、被选举权，没成为新人是不能参加选举的。他投票是不够资格投票的，他也是一种教育他、排挤他、监督他一种手段。我曾经反右，
毛主席也说了，这反右派总要搞一个道路嘛，这一点有的右派估计计划到了。他说这个风潮总要过去就是了，很不正常嘛。你不能老反右派，天天反，年年反。毛主席就不同意这样干。他比如说北京右派的空气就没有不那么浓厚，可能北京首都抓得紧一点，它的效果才好一点。下面有的抓得松一点，下面还是效果就不明显。所以他那个步伐一步一个脚印，一个季度一个月，他的有规划。这毛主席，我真正的佩服他，国家那么千疮百孔，让他搞成这么理顺了，很不容易理顺了。他首先要从思想理顺，起码都要服从共产党。你这有人挑拨离间，甚至是什么共产共催，那当时很困难了，都几千年都是一分散沙，国家国富搞的，要组织他们成立合作社、副总统，压力很大的，是吧？也有人支持，也有人反对，也有穷人的拥护了，可怜人的拥护了，富人他都无所谓，他有老底子，是吧？是，这就是武传里面后来的那个内容是吧？对的，每一篇文章你要仔细看一下武传，每一篇文章他都很仔细的推敲出现什么问题。所以一些老干部没有文化，根本的听不懂毛主席讲话，分析不了，判断不了。毛主席有超前的意识，他想不开。毛主席在40、50年、70年以前，他就估计苏联要变成修正主义。他说卫星上天，他那是卫星上去了，我们还没有卫星。他红旗只有落地，就等到70年以后迎来验证，他就是发动快线的，卫星上天了，红旗落地，他这个社会主义就变修了，变直了。经过美国这么一搞，各个国家不重他独立，他就分成10几个国家，但是整个国家就散掉了。本来苏联叫苏联，它是为什么叫苏联？它是联合起来，苏维埃政权。那当时列宁呢也是操盘旗下的，他是组织工人起来跟资本家斗争操盘，这是列宁。